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8月27日，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市场，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喽。我们依旧是从两个方面来去分析一下近期的纳指的一个走势，还有热门股票的一个分析。那纳指呢，它的一个目标价位呢，第一目标价位啊，我给大家设了2个目标价位。那第一个呢，就还没有收复，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呢，我会用到彩虹带去判断它的一个趋势。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彩虹带还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说现在呢还是在一个多空争夺的一个位置。那像现在的热点股票呢，我会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特斯拉、英伟达，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看一下 Circle， 还有 CRWV 和 MSTR。那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啊，它现在呢，其实我们从一个大方向看的话，它是在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区间中震荡。那好的一点是呢，现在它的一个低点呢，还是在不断的一个抬高，即便是出现过2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呢，也就是有了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它现在呢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的话，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画一条斜线的，等于说现在呢高点我们可以去把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定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低点的话是不断抬高的。那我们这样画出来的话，这是一个上升的一个三角形。那我们知道上升三角形的话呢，会有2个关键的一个位置，要么是它的一个平台位去被突破掉，那我们就知道它是选择一个上行。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低点呢被跌破的话，它的一个位置被跌破的话，那我们说在这个上升三角形的过程中，空方胜利了，它就有可能出现下行。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一个短期的一个月的一个阶段里的话，我们对于纳指的一个分析，只去看它的水平位置的一个上边界和它的一个低点连线的下边界就可以了。那这个位置呢，为什么我说给大家定了2个它的一个目标位？因为纳指这一天上个星期五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绪。但是呢，它反弹的一个力度，在这一周的话呢，本周就出现了这个小阴小阳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现在呢，其实纳指的话，资金还是比较犹豫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设置的一个第一个目标位呢，其实是21,607.45这个位置，是这一根回调起始的这一根大阴线的一个开盘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要看今天能否去突破它的一个高点，也就是21,600比较接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还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它的一个第2目标价位了。那第2目标价位的话呢，这边也给大家画出来了啊，是这个白色的一个虚线，就是这一根黄 K 的一个收盘价，那它是21,764.55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的一个第1目标位和第2目标位呢，也就是大概相差不到200点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方向，股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运行呢，其实就是希望说它在这个箱体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它能延续上行。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延续上行的话，我们就知道做多资金它还是有力量的，而且是源源不断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彩虹带呢，其实它现在是有所收口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收紧，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K 线呢，它还是向上运行的。在这个地方我假设一下，假设它没有突破21,600这个位置，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阴线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彩虹带它就有可能呢再去进一步的一个收口。如果说它在这里联合出现了一个收紧的一个状态的话，就会出现变字。所以说现在呢，对于纳指来说，它是一个不明方向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现在呢，只能用形态来去分析它的一个高位震荡，因为这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有在年初的时候呢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去比照年初12月到2月的那个区间的一个震荡呢来去做参考。这样的话，其实呢，对于我们的一个上边界
和下边界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锚定的一个位置的。那上边界的话呢 Lucy 会定在 21,764.55， 那下边界的话呢，我会以这一根阳线的一个开盘价作为防守 21,139.83。 那如果说啊在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下边界的话，它还能反弹起来，那它还会有一波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它在下边界反弹不起来，或者说在这一次突破上去的话，那我会认为资金它还是选择对于纳指的一些这个股票呢，还是做多的一个情绪在。所以说纳指现在的一个位置呢，我会定这两个位置呢来去做参考， 21,139.83 这两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在盘前广播里有给大家去写到，在这个纳指继周五大阳线之后呢，周一回踩彩虹带出现十字星走势，方向呢还是不明朗的。这里呢我是明确了我的一个观点，我们还是以这个接近箱体的一个上沿这个点位呢来去看待走势。那接近上沿呢，如果说它没有突破的话，或者说它即将要突破，我们还没有确认的话，那你是要减仓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突破上去。那第一压力位的话，那就是接近这一个位置，所以呢两个压力位的一个点位呢有给大家写清楚。那目前呢看资金还是比较偏保守的，因为后面两根 K 线是这个比较小，所以说现在呢9月的一个降息的一个消息呢，我们看到了现在还有可能反复，所以说对应纳指的一个走高的一个位置，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呢，就可能性大一些。那我们还是以短线操作为主，所以说在这个短短的一段文字里面呢，有给大家去描述这样的一个参考点位。所以我呢今天的一个视频呢，要给大家在图里面画出来，防守位的话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区间的话，我们的一个仓位呢还是不要重啊，最好呢还是低于50%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些股票呢还是有一些短线交易机会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特斯拉在这一轮反弹的话呢，其实还算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来整理一下这张图表呢，可能对于咱们的粉丝朋友们看起来有点乱。那 Lucy 呢还是要去给大家整理一下思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特斯拉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在我的这一个图表里面呢，它是走了一个主升浪起点的一个图形。那我们来去分析一下。首先呢，其实在这一段的一个拉升 ，Lucy 有说过，我们的机构成本线呢，这一组粉色的和这一组绿色的，它都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股价一旦来到这个区间的话，它就会反弹。等于说上一次也是，那这一次呢，它都没有踩到这个区间的出现反弹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低点是在不断的一个抬高的。那此前我也给大家画过，它这一个位置呢，实际上是有这个向上的一个整理三角形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呢，它现在的一个飘带的一个位置是在多方带。我们知道多方带我们就是要用低吸的一个方法来去操作的，所以特斯拉它每一次都给了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每一次都给低吸的机会，那在这个地方也是。所以说对于彩虹带来说的话，我们就是以低吸的一个过程呢来去做参考。好的一点是，为什么我说它非常经典，是因为它在彩虹带这一个重合的一个位置，既有我们的这个紫色飘带呢作为它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共振，又有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支撑，等于说它在这个地方有两个指标的一个共振，这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好的一个点。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几条画的一个线。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有标数字的这两条线呢，一个是334.4块和356块1毛7这个位置，它其实是这两根大阴线我所取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在这一个334.4块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支撑线，也就是说撑压互换线。那此前在这一轮的过程中，我有跟大家去说，我说它站稳了之后呢，我们要去看它的1/2合顶。但是好巧不巧的时候呢，纳指呢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特斯拉它也跟着调整，进而跌破这个位置，那它会出现一个回踩。但是它回踩的一个位置呢，就跟纳指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这个 K 线呢是一样的。但是它在彩虹飘带好的一点是，它周五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反包，所以在盘中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初步的图形呢，它是反包掉了这样的一个阴线。那最终收盘的话，它是收复掉了阴线、阴线、阴线、阴线的一个位置，所以这5根 K 线的话被1根 K 线收复掉，这等于说特斯拉它就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它接下来它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会给大家盘前就写到了，我说它在这个地方呢是高点的一个连线呢会出现整理三角形的一个上边界。
那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个上边界的话，它就会选择方向是向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它既突破了它的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上边界，又突破了它的一个撑压互换线，变成了一个支撑。所以说特斯拉它上涨的话，就是共振的一个效果，也是概率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特斯拉呢，它现在继续上行的话，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第一目标价位356块1毛7这个位置。那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还是会出现，比如说连续3天的一个拉升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震荡，可能在这个地方横盘了几天的话，那它在这个位置呢，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压力位。那我们在靠近356的一个地方的话，是可以先去做一些减仓的。那对于短线朋友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通过压力位呢来去保护自己。你减仓才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那 Lucy 呢会用这样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去参与到特斯拉。所以说每一次特斯拉它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用到了日内的一个交易，用的是 call option 去做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每一次它的一个活跃的一个走势的话，还是会给到不错的一个收益。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特斯拉它上行的话，那我给到的一个目标位呢是356块1毛7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有对特斯拉特别看好的小伙伴可能会问，那如果说它这样突破了它的一个压力位要怎么办呢？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点位呢，就是367块7毛1，也就是近期在次高点，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对于特斯拉呢，我们是要逐级去看的。那这个方法我此前呢是用到过这个咱们英伟达里面，也是效果非常明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它现在呢是选择一个向上的话，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压力和它回踩的一个支撑是否会跌破。那如果说它回踩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340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它的一个支撑就可以了。所以说特斯拉它进退我们都是有标准的。那当然现在呢，它好的一点是 MACD 的话，现在是在0轴上方，而且是绿色的一个柱体。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它向上呢还是有力度的，而且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呢，龙线也在加速区。所以说特斯拉呢，它在每一天的一个 K 线里面呢，它会比较相对来说活跃一些。那这就是交易特斯拉的一个思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一直在跟踪特斯拉将近有1个月的一个时间，我每天的一个盘前广播都会给大家去写到，我说这个特斯拉呢，股价回踩之后画过平台位置334块4，其实呢价格有给到大家写的比较明确。那没有跌破后呢，出现拉升，高点呢去到了349块5毛3，算是突破了三角形上边界340的价格，所以说也突破了前一个高点345。接下来看大阴线区间上边界356块1毛7的位置，文字呢就写的比较明确了。那支撑和这个压力呢是相互转换的，如果说不能突破，接近这个位置，短线是高抛点。那这就是特斯拉呢，我昨天给大家写到的一个行情。其实特斯拉，如果说咱们的粉丝朋友呢看到 Lucy 不下5条视频的话，我其实是在周线的一个视频里面有给大家去写到，我说特斯拉在这一轮呢，从周线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多方带。那我们每一次看到它止跌信号的话，就知道它要涨，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启动点，它在这里也是，所以接近3周的一个行情呢，其实它就是稳步的一个上行。所以说如果说市场没有说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包括说这个9月份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实际上对于特斯拉来说的话，它是对股价拉升是比较友好的。那如果说想跟踪这个特斯拉的一个盘前广播的话，那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福利的朋友们，那 Lucy 跟大家说一下，那咱们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呢，我会写到近期跟踪的股票机会，还有交易思路和参考价位。那如果说你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你们是有整整15天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体验期，那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朋友，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另外呢，我们本周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连续2周的一个技术分析课程。那如果说想要通过学习技术分析能学到一些预判行情的一些技能的话，可以来参加 Lucy 准备的一些课程。那像狙击财富之旅的话，我们是连续2周，8月28号这个涨跌先知龙回头战法呢，就是由我来讲的。所以说我们本周的主题呢，就是短线狙击，赚钱就跑。而且呢，我们的老粉呢也有机会来获取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个体验。如果说你能坚持听课打卡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打卡换广播的一个活动会给到大家。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福利大礼包呢，大家如果说想领取的话，可以点击下方置顶链接，给助教发送口令短线2个字，就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份福利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
那英伟达的话，最近呢是一个下跌之后反弹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知道，英伟达的话，在今天的一个盘后呢，会出现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报表。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走势。那英伟达它在一个182啊这个空间，为什么我会写到182.9？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阴线去画一个水平线的话，你会发现呢，近1个月的一个时间呢，英伟达它都是在一个区间震荡。低点呢，它有去到过170以下，但是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行情。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共振的点呢，是在大概是171左右。那它的一个低点呢是171，高点的话呢，我们看到短暂的一个高点呢是184，平衡的一个位置呢大概是在182.9这个位置。所以说，英伟达在近1个月的一个时间呢，它其实是一个箱体震荡。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英伟达它再怎么反弹呢，其实现在还没有高过这一个高点。那有财生朋友呢是给 Lucy 发过私信，有去聊这个对于这个英伟达呢是看高一线的，但是对于 Lucy 来说呢，只看技术分析。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看资金它做了什么，我不看机构说了什么。所以现在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参考点位呢，就是182.9这个位置能否被有效突破。那有效突破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它的一个图形，比如说今天它在这个财报前、财报后都会出现拉升的一个上行，那就知道它的一个阳线呢，也就是说多方资金胜利，它就会推高。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知道了它的一个 K 线呢，这个走势或者说方向的一个选择就是向上的。那不然的话，它不会出现阳线的话，在靠近182.9这个位置呢，出现阴线回调的话，并且我们的彩虹带出现变字的话，那也就是说，其实呢，英伟达它有可能阶段性的要出现调整了。所以说，其实今天还是比较关键的。那在这个地方呢，英伟达的话，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60分钟的图呢，或许给了我们一些启示。首先呢，我们看一下60分钟图呢，这一个白 K 这个位置，我们是看到有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看股价的话啊，可以看到其实就是那一天我说这个尖尖跌破了170，那现在看来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168.8毛2这个位置。所以说会有一些这个抄底资金，也就是短线资金呢去接盘。那我们看到60分钟啊，我之前给财生们讲过，就是我们买入的话一个什么标准，就是卖出的话用到什么标准。所以说60分钟的话，我们需要看的现在阶段呢，就是它是否会出现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出，也就是散财童子会不会出现。那如果说在今天或者说未来的2天之内，如果说60分钟出现散财童子的话，那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呢，在日线它就有可能是受制于这个182.9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要去提前呢看60分钟的一个 K 线走势图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财生呢，有可能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参考，那你可以找到 Lucy 的助教呢，去给大家啊去做一个截图。那大家就可以分析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考是否是有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英伟达抄底和逃顶呢都是有标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在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消息，我们知道英伟达呢是8月27号发布财报，刚刚有提到，那预计呢机构啊分析它的一个营收呢是达到460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它啊这个2季度的一个财报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但这里呢会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说啊分析师是普遍看好，但是他们目标的一个价位呢是194美元。那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位置是184，等于说也就大概不到10个点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分析师讲到啊目标价位呢，先做一个参考。我们只看市场资金如何去选择，现在主要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前景。但是呢，大家知道啊，现在呢，中国市场对于 H20 的一个订单呢，现在还是有一些比较谨慎的啊，数量呢不会说激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去斟酌一下，谨慎的去看。所以说，它现在呢，这个需求量能否大幅增长的话，其实是比较影响这个半导体整体板块的。所以我们看到除开英伟达的话，其他的一些半导体股票呢，这个位置都出现了变子。所以说英伟达它是不是最后一个扛指数的呢？这也是一个疑问。这个就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我们是进退都有标准的。如果说想进的话，一定是突破；如果说它突破不了的话，那就是骗线啊。这个呢是对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粉丝朋友呢，包括我们的财生朋友呢，也会比较关注 Circle 这只股票，因为 Circle 在这个过程中啊，连续的一个下跌呢是跌跌不休啊。
我们之前啊有提到过，说这个机构呢，它对于这个 Circle 的一个价格呢评估呢是在130，甚至有机构评估到了80。但实际上我们来去从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 K 线呢来去测算一下。它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知道啊，它在下跌过程中，它下跌之后呢，它也会出现反弹。也就是说，从技术上，它不是线性的这个一轮下跌，它是会出现下跌反弹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形态。所以说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下跌结构9，那这一次是真的见底了吗？还是说它还是一个中继9呢？那我们来去从几个方面去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用到下降9的一个分析的话，我们在这个9号 K 线这个位置呢画一个防守线，也就是125.6块这个位置去画一个防守线。那如果说我们知道啊，它如果不跌破的话，那它就是反弹了。那如果说它跌破了，那这一个9的话就还是中继9，这是一个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我会用到黄金分割去给大家去测算一下。黄金分割呢，我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高点和低点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一根影线和这一根影线的话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呢是从这一个点开始拉升，高点会去到这是一波拉升，所以我会用到前面这一波拉升呢去测算它的一个低点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呢它是120.6块呢，它所处的一个空间呢，我们往左看是161.8%这个位置啊，比较关键的。那它的一个防守价格呢是114.7毛8，我们可以约等于114.8块这个地方比较极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它会不会来到这个位置，那我们不确定。但如果说股价真的会跌到115也好，或者是114也好的话，那它回调到161.8%这个位置呢，算是一个这个黄金分割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现在呢125.6块到114.8块位置呢，大概还有10块钱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不到5个点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去看一下。那 Lucy 测算的就真的准吗？那这个位置我也只是一个参考。那我们要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看到呢 MACD 现在呢是这个绿柱缩小，但是它也没有金叉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它能反弹。但一旦呢反弹了，它肯定就金叉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 MACD 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会看到龙头引力呢现在是处在蓄势区，而且可能会出现这种低洼。如果低洼的话呢，可能要在这个地方再去震荡一下，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说从日线看的话呢，现在我们还差一点点。但是呢现在好的一点是，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是日线啊，大家知道它是一连串的一个下跌。那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和30分钟的对比图，这是 Circle 的一个60分钟和30分钟，给大家去上下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们看到近期一直都是空方带的一个彩虹飘带，我们就知道它还没有转多，我们就不能抄底。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你买了的话，你就是左侧交易了。我们提倡的是什么？你可以买在低点，你可以买在右侧，但是买左侧的话，你就要等待时间啊，去这个消耗掉，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我们不要买在左侧。然后我们从右侧来看的话，现在呢，好的一点是啊，这个白框内它是有什么？有这个聚宝盆的啊，而且呢，30分钟还是比较多的，60分钟也有持续的一个流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可能会怕什么？怕这个聚宝盆消失。所以说 Lucy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去做右侧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你看到了它的一个低点，而且呢现在还是一个空方带，也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有出现变字。哪怕说短周期的30分钟它出现变字也行，但今天能不能出现这个不确定，我们要在盘中看。那如果说30分钟 Circle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变字的话，那就比较好，我们要去看1到3天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去分析 Circle 的一个买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这个位置你要是去买的话，这就等于说在买左侧。所以呢我们要等它出现一个阳线，或者说确定性的话，我们再去跟进。这个是 Circle 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标准。它的反弹的高点呢，我们相信啊，这个中轴呢还是比较具有参考意义的，才是进退的一个标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呢，大家知道啊，我在跟踪这一只股票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啊，它的一个抄底套餐呢，其实是出现在3号到7号 K 线。
等于说8号 K 线的话，它是有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但是9号 K 线呢，很遗憾啊，它还在一个箱体中震荡，也就是说股价呢现在都没有脱离93块钱一个附近。那昨天呢是有一个冲高到94之后呢就下来了，所以说最终呢也没有站稳。对这只股票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想到说这个9号 K 线呢是我的一个参考标准。那最低价的话也给大家画出来了，就是90元整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不被跌破的话，它在这个位置震荡，我们也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损失。但是跌破的话呢，我们要第一时间出来啊，要去做防守，等于说这还是一个中继9。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它能否在这儿啊，像这一轮呢出现啊这样的一个不跌破9号 K 线之后呢拉升一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反弹的一个力度呢还算是比较可观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这一个下跌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放量下跌，所以说我们知道啊，这2根连续阴线是有资金承接的，等于说你在这个位置去卖去跑路，但是后面是有资金来去承接，就是你卖多少我都能接得住，这种叫资金承接，所以说它是放量的。那接下来呢，它有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我们就知道这个位置承接的资金呢是机构，是有资金来去接盘，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是短期资金，也可能是中长期资金，现在我们不确定，到它反弹之后这些资金走不走我们才知道。现在呢我们要能确定的是这一轮它是有资金来的，所以现在能看得到啊，这一个位置呢筹码是比较多的，这个就是印证了它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些资金的去抄底。那我们要跟机构站在一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9号 K 线不被跌破的话啊 ，Lucy 希望它能在这个位置去反弹。那反弹的一个参考点呢，当然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的中轴呢就比较重要了啊。那我会先去看2号 K 线的一个99.5块，然后呢如果说它真能站上去啊，连续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话，那我可能还会去看它的一个中轴，大概是114左右啊，这是一个进退的一个标准。所以说90几块钱的话，我们在这儿买啊，大概是92左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空间呢就是2块钱嘛，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啊有一些这个风险收益比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啊，我昨天呢是有截图的，我说等待聪明资金。所以现在呢，其实唯一一个遗憾呢，差一点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聚宝盆现在没有看到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现在呢还是要等今天或者明天，因为我们知道 CRWV 呢与英伟达还是这个关联度比较高的，那它能否出现这个聪明资金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市场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文字描述啊，我有跟大家说，我说这个 CRWV 啊，我已经跟踪了几天，下降9号 K 线依然是横盘震荡出现的啊，刚刚讲了，那连续7天横盘震荡，有5天是蓝色的，我们知道机构在这里低吸啊，在这个地方呢，日 K 线聚宝盆还是没有形成啊，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一个点。那我们以9号 K 线最低点90做防守啊，刚刚有给大家讲，那可以等待观察日线绿柱的一个聪明资金是否能出现。那好，如果说我们往好的方面想的话，那前方1号 K 线和2号 K 线的话，就是聪明资金流入了，那它可能要反弹的话，那我们就要以这2根 K 线来去做这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标准。所以说2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99.5块呢，是我的一个第一个目标位。那我们当时讲了，我说这个位置还有1/2还有顶，才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用文字描述了刚刚给大家去讲的啊这一段。那这个呢就是对于 CRWV 的一个分析，那大家呢也要跟踪啊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去跟踪我的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复盘。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来分析一下 MSTR。MSTR 的话呢，在这一轮的一个回调，我们知道比特币现在呢也是一个回调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它下跌的一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啊。从上一轮的一个散财童子呢，到现在宝盆都出现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这一个蓝色 K 线的时候呢，我也有去看它的一个 TD9，因为这一个星期五的一个反弹啊，它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去看机构成本线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这一组绿线，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啊，从这个粉色线有一次支撑，绿色线也有一次支撑，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现在呢空方带它还没有降下来，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出现震荡的话，我们只要等时间就可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聚宝盆出现的话就是有资金的一个流入，当然可能因为这一个小的一个十字星的一个阴线的话，聚宝盆呢暂时消失了，但昨天星期二的一个阳线拉起来呢，其实它又出现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近期这个 MSTR 它的一个参考标准好接近啊，是吧？它这一个 K 线呢，这一组对吧？它出现了一个回调之后呢，反弹拉升，但是反弹高度不高，它去到了一个空方带的一个中轴的一个位置就下跌了。那这一次它又出现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近期的一个价位呢，现在是来到了350，但是低点的话呢，其实它去到过340，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虽然你看它的一个 K 线的话，其实它盘中的话，它的一个幅度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它还能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那我们看它这个反弹，如果说反弹到相对来说中轴的一个位置的话，大概是370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10%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近期呢，纳指还是在震荡的话，这些股票呢，我们还是推荐用一个短线的一个方式来去参与。那这呢，就是为什么 Lucy 有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MSTR 的一个机会，这个是因为日 K 线出现了聚宝盆得来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